公元前627年，秦国大军行军数千里，经过好几个诸侯国边境，悄然向郑国发动偷袭。可是晋国早已获得了情报，此时晋文公刚刚去世，继位的是年轻的晋襄公。眼看秦军虎视眈眈，晋国的老将先轸却看准了时机，他低声向襄公进言：小山乃秦军必经之地，那儿树木丛生，峭壁悬崖，盘山小径仅容一车通行，天险难越，正是拦截秦军的绝佳地点。晋襄公采纳了先轸的建议，率领大军直奔小山。他们砍倒路上的树木，筑起障碍，并在其中插上一杆3丈高的猩红大旗，那是晋国的旗帜，更布下埋伏，等待秦军自投罗网。商人宣告谎称郑国使者，使秦军以为郑国已经有所防备，不得不放弃偷袭计划。但他们行军千里，不愿无功而返，于是顺路消灭了小国华国，抢到大量财物后，便迅速率军回秦国。秦国大军走到渑池时，白丙曾提醒孟明视，快到小山了，一定要当心。但孟明视自视秦军强大，认为没人敢来偷袭，因此进入小山后，看到堆在道路上的树木上插着一根晋国的大旗，仍没有引起逐客的重视。命士兵放倒大旗，清除树木开路。但是红旗刚一放倒，晋军就从四面八方杀了过来，秦军被团团围住，无路可退，无奈退到堆乱树木的地方。但是那些树木上被撒了硫磺等易燃的东西，秦军一退到这里，就有无数的火箭射了过来，那些树木顿时着起火来，山谷里成了一片火海，300乘战车和数千兵士全军覆没。孟明视、西乞术和白乙3员大将都成了晋国的俘虏。晋襄公得胜回朝，十分高兴，打算把秦军的3员大将杀了，庆祝胜利。但晋襄公的母亲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，她听说孟明视等3人被俘，不愿同秦国结仇，就跟晋襄公说，秦国和晋国原是亲戚，关系一向很好。孟明视等人为了争功，伤了2国的和气。秦军肯定怨恨他们，但是如果杀了他们，2国可能会结下深仇，不如放回他们去，秦军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听母亲这样说，晋襄公觉得也有道理，就把孟明视等3个俘虏放了。先轸听说孟明视被释放了，赶紧跑去见襄公，责备襄公不该把将士们浴血奋战抓到的俘虏轻易放掉，气愤之极，竟不顾君臣之礼，一个劲的吐沫。晋襄公也后悔，赶紧派将军杨楚父带领一队人马去追赶。孟明视3人被释放后，怕晋军后悔，快马加鞭的逃跑，跑到黄河边时，已经有晋兵追上来，他们赶紧跳上河边的一艘小船，拼命的划起船。等杨楚父赶到河边，船已经离岸。杨楚父没有船，在岸边冲他们大喊道：我们主公备了几匹好马送给你们，让你们可以尽快赶回秦国，请你们回来收下。孟明视知道是圈套，当然不肯上当。他站在船头行了个礼，说：晋军的大人大量，我们已感激万分，不敢再接受礼物。如果回去后还能保命，那3年后一定再来报答贵国的厚恩。就这样，孟明视等3人侥幸逃脱。杨楚父回去后，将孟明视的话回报给晋襄公。晋襄公悔不当初，但事已至此，也无可奈何。秦穆公得知秦军全军覆没，很后悔自己不听蹇叔的劝告，执意伐郑。孟明视等3个人回到秦国，穆公身穿素服，亲自出城到郊外迎接他们。孟明视等人急忙跪下请罪。秦穆公哭着说：你们哪有什么错？是我不听从你们父亲的话，害你们打了败仗，我不能因为小过失而抹杀大功啊！秦穆公不但没有怪罪他们，还恢复了这3人的官职。孟明视等人十分感激，下定决心不忘国耻，立功赎罪。从此以后，他们一心一意操练兵马，认真演练阵法，发誓要报仇。公元前626年，孟明视认为
秦军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，可以打败晋军了，于是向秦穆公请战。秦穆公则派孟明视等带兵继续东进的战略。晋惠公也料到秦国不会就此罢休，因此一直在积极备战。秦军和晋军在彭衙遭遇，厮杀一场，秦军再次失败，接连2次战败。秦东进的道路被阻，只好转而向西发展。孟明视本想学此，却再次吃了败仗，以为这次秦穆公定不会饶恕他，但是没想到秦穆公还是没有怪罪他，并继续让他执掌兵权。孟明视感激不已，开始反思过去失败的教训，并反省自身，在提高自己作战指挥技术的同时，将自己的财产全部变卖，用来抚恤伤亡将士的家属，并亲自练兵，与士兵们同吃同住，同甘共苦。这时，晋国大将先轸的儿子先且居奉晋襄公之命，率晋、宋、陈、郑4国联军来攻打秦国。秦国正是紧张练兵的时候。孟明视经过冷静的分析，认为4国联军士气昂扬，而秦国还没做好准备，因此下令紧闭城门，不予应战，同时继续加紧训练。结果晋国又攻占了秦国的2座城。很多人认为孟明视接连战败，因此变得畏首畏尾，建议秦穆公解除他的军权，但秦穆公依然对他充满了信心。公元前65年，秦军已被孟明视训练的兵强将勇，战斗力十分顽强。他觉得到了征伐晋军、报小商之仇的时候了，于是向秦穆公请求亲自挂帅出征。秦穆公调给他500辆兵车，同时还装备精良的兵器和充足的粮食，还专门拨出粮食和钱财给出征兵士家属，让士兵们可以后顾无忧。经过精心的准备，将士们斗志昂扬，下定决心和晋国一较高下。孟明视、西乞术和白乙丙3位将军率领秦国大军浩浩荡荡地奔向了晋国。秦军渡过黄河后，孟明视下令将渡船全部焚毁，表示这次要和晋军决一死战。孟明视亲自担任先锋，率领同仇敌忾的秦军一路势如破竹，在晋国土地上纵横驰骋，没几天就抢回了过去被晋军攻占的2座城池，然后又接连攻下晋国几座大城。秦国大军势不可挡，晋国君臣惊慌失措，不敢迎战。晋襄公下令晋军紧闭城门坚守，不得与秦军交战。秦穆公见失地已经收复，而且晋国不敢出城迎战，威风上尽，终于洗刷了以前的耻辱。这样僵持不下，对双方都没有好处，于是便带领大军到崤山，在当年的战场上埋葬尸骨，哭祭战死的将士，并发表有名的情诗，祭奠将士们的亡灵。孟明视、西乞术和白乙丙也跪在坟前，大哭不止，全军上下无不为之动容。崤山之战不只是一次军事惨败，更是秦晋关系的转折点。晋国以伏击重创秦军，击碎了2国拥有的亲缘与信任，亲秦让位于权谋，盟好让位于争霸。此战之后，秦痛定思痛，晋放虎归山，复仇种子埋下，2国彻底走向敌对。崤山也成为春秋战略格局重塑的起点。